杨紫哭戏太身临其境，用好每一个角色，全是演技。杨紫在她的哭戏中是如此的沉浸，我不得不说她的表演很到位。她正在拍摄电视剧《神香如粉》，那撕心裂肺的哭戏，每一滴眼泪都从她的心里流出来，看得让人有些心碎。她在片场又可爱又调皮，前1分钟开怀大笑，下1分钟就陷入困境，看到她的鬼脸，很快就泪流满面。杨能在没有哭戏的情况下迅速进入角色，这种心态是很少见的。和很多在场的演员一样，他们会先酝酿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回忆自己的过去，然后进入一种状态去表演自己的哭戏。这样表演的哭戏需要时间等待，而现场表演的哭戏会很难，让人感觉没有沉浸感。杨紫不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演员，但她非常愿意学习自己的演技，并且非常努力。她用每一个角色诠释自己的演技，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她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，从不被网友欢迎到被观众认可。起初她在网上面临质疑，称自己长得不好看，不适合演艺圈。那段时间她也很自卑，不相信自己的脸。但她从不放弃演戏，倔强的性格从不屈服于失败。越多人说她不好，她就越努力证明自己。时隔几年，杨紫又通过这部《亲爱的爱过》的言情剧，让观众重新认识了她。观众很喜欢她在这部剧中的角色，也很欣赏她的演技。这部剧不仅让杨紫出圈，还让男主李现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这部剧之后，杨紫的收视率一路攀升，她的人气和流量也在飞速攀升，资源也越来越好，都是她努力的结果。如果不是她的执着和固执，就没有她今天的样子。现在的她足智多谋，演技扎实专业，深受观众喜爱，不禁火了一把。无论是演古装剧还是偶像剧，杨紫都能诠释自己的角色，赢得观众的认可，这是她擅长的地方。她是一个被角色塑造的女演员，可以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形象来塑造不同的性格特征，这样的女演员确实很少见，这也是观众喜欢她的原因。02沉香如粉6组虐 CP， 江晨、裴洛结局真，于墨、超蓝公开虐。诚意，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沉香如粉》更新至29集，新一集于墨与唐周联手入京，联手对抗裴洛，最终让裴洛来了他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剧的虐 CP 真的很多，下面就来详细说说吧。1. 应援唐周和燕坛。第一个自然是应援和燕坛。璎珞和燕坛在仙界坠入爱河，璎珞帝君早就爱上了淘气的小仙仆燕坛。天魔之战应渊受伤后，燕坛对他照顾得很好。昆仑神树下，两人经历了一段由衷的美好时光，荡秋千、送神官、与亲吻，梦中相爱。可惜燕坛最终被人陷害，跳下桥无处。其后，应远因爱受罚沉睡去，而燕坛则被应远迫害，在忘川河上游荡了900年。然而，随着应远第2人生的开始，这一对注定要再次开始他们的虐恋。唐周与燕坛身份不同，却相爱相杀。后来燕坛被唐周师父俘虏，受尽折磨。唐周前来救燕坛，守护燕坛。可惜燕坛想要以后杀了唐周，为了3界，应远必须出现，所以唐周必须死。下一步就是让应远和燕坛结婚，一起打败反派还清河玄烨。2. 江晨和裴洛。江晨是一个花妖，而裴洛是一个病态的温柔王子。起初，两人相信了真爱。裴洛的生命并不长久，为了挽救他的生命，江晨毫不犹豫地问于墨。为了知道燕丹的下落，他把怪眼交给了江晨。江晨用怪眼让裴洛活着，又借了20年的时间。然而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曾经历过死亡，所以裴洛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再加上他对王权的渴望，他整个人都变得病态了。为了获得长寿，他甚至提出让江晨再给他一剂神药。江晨意识到裴洛已经不是原来的裴洛了，然后他就把邓莹莹那位测试。邓莹莹用药物吸收裴洛的力量，帮助他修炼。裴洛也杀了无数的人，只是为了自己的修行。他还杀了江晨，为他下了锅。最后，
他被雨墨和唐周打败了，带走了伊人，还看到了江辰的遗物。他终于醒了过来，但此时江辰已死，两人的结局很悲惨，但两人的结局也很真实。毕竟人妖相恋，裴罗不可能长生不老，所以最后也是极其悲惨的。3. 朝兰、玉墨。朝兰对雨墨可以说是一见钟情，可惜雨墨爱的是燕丹。他知道这一点，但他已经无数次的帮助雨墨和燕丹。然而，朝兰和敖玄有婚约，这也限制了他对雨墨表达自己的爱意。他很清楚雨墨是九纹龙，一直在帮助雨墨保守秘密，但不幸的是，敖玄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敖玄并不爱朝兰，他只能利用他，得到他后就可以对付青龙家，这也是他坚持要娶朝兰的原因。从预告来看，雨墨的9级帮身份暴露，朝兰被敖玄辉抓走，雨墨和朝兰即将开始虐恋，雨墨为9级帮报仇的机会来了，而最后这部剧应该是雨墨和朝兰在一起。朝兰不用再爱了，燕丹也不用再对雨墨感到愧疚了。4. 更多的墨水，苍白的颜色。雨墨对燕丹绝对是个虐恋者，他爱燕丹，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，为他付出一切。他毫不犹豫地割舍了自己的一角，打破了天空中的缺口。后来在凡间，他也千方百计地保护和爱护燕丹。可惜的是，他终究没能爱上她。燕丹选择了唐周，又嫁给了应元，可爱而不得，最后选择了朝兰。5. 玄翔、陶子琪。玄冥是妖界的邪神，他为什么选择挑起妖界之战？其实正是因为陶子期的死，他才希望天下大乱。然而玄冥不知道的是，陶子琪根本就不是爱他，而是还亲。他利用陶子琪的死来逼迫玄冥造反。玄翔不知道他在利用，直到他成为刘未央，他还想着复活陶子琪，但陶子琪复活后，他知道了真相，彻底崩溃了。6. 宣仪、冉青。为什么天界有不能动的神？究其原因，是因应远的母亲燕影清。玄烨为了称霸6界，佯装受伤，被燕影清所救。两人一见钟情，但玄烨继续使用燕影清，几乎称霸6界，最终燕影清被玄烨重伤，将玄烨封死。两人相爱，但因为立场不同，终究无法在一起。然而玄烨却被封印在了璎珞的体内，之后又会出现，决心重振燕阳清，最终被燕阳清和璎珞打败。最终玄烨和燕阳清一起去轮回，在地球上成为普通夫妻。03. 肖战主演的《玉骨遥控器》正式预定本期播出。《玉骨遥》是李尔云出品的一部古装剧，江家军导演，肖战、任敏领衔主演，王子奇、方逸伦、王楚然领衔主演。该剧根据苍月的小说朱颜改编，讲述了高贵傲慢的空桑之子石影与热情火热的赤足郡主朱颜的故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石英把和朱颜一起长大的男人误认为是海皇，封印了他。朱颜和石英反目成仇，朱颜刺伤了石英。影片首映至今已有1年时间，热度持续攀升，单预告片单日点击量达到300万，是众多剧集无法比拟的。玉骨遥控自开播以来就备受观众期待，原定于暑期播出，但不知为何一拖再拖，官方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其实貌似只要肖在剧中，就已经预定了好几次才会播出，而且压了很长时间，但一旦播出，基本就火爆了。比如之前的《狼殿下》直接压了3年，最后选择了空降，还有下辈子请多叫叫我，直接压了2年之久。观众们一个接一个的等着失望，纷纷表示就算播出也不会看，但真正播出的时候，却都被肖战的演技和魅力所折服，最终都围观了。近日玉骨遥已登上电视剧2022年8播榜，定档8月11日播出，共32集，腾讯视频播出，每周5、周620点整更新，2集每天，非会员每周4到周6更新，每天1集。虽然预定播出，但是否会播出还不确定，毕竟这不是第一次撤档了，希望这次不要让观众失望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。